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就在今天，我们看到比特币到达了一个高点71000美金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前面的行情当中形成的一个波峰构成的位置。那么我们见证了比特币再次来到高位附近。那么高位附近呢是一个风险的位置，但是我们在这个日线的级别上看到了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呢，我们认为这个位置是容易发生突破的位置。但是突破之前呢，不排除会出现一定的回踩。因为高位附近往往是风险的位置，回踩之后才容易出现一个更理想的不断创新高的一个结构。同时呢，回顾本轮行情，刚刚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一个回补结构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并且呢在收敛三角形近交点附近发动突破的这个观点。我们看到从73000美金跌到56000美金，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跌幅。那么这里的跌幅呢，从测量角度来看，看到了22%的下跌，下跌之后反复围绕这个筹码缺口，我们看到最重要的筹码缺口是在71000和60000美金附近这样的一个筹码缺口，进行了1次回补、2次回补、3次回补之后然后形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那么这是一个横盘的收敛三角形结构，意味着前面行情当中下跌的一个筹码空缺区下跌形成的伤口最终被回补完成，然后在近交点附近发动突破。那么近交点附近的这轮突破呢，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的5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那么这里呢是一个突破性的信号，突破性信号出现之后连续上攻，并且在4小时级别上进行了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同时呢，根据 K 线西游战法的第一部分西游战法，我们可以看到本轮行情走出了日线级别悟空阳线、8节阳线组，目前走在了沙僧阳线组势力范围。那么意味着上方呢可能在日线级别上会有唐僧阳线建立一个新高，但是这个位置呢，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并且呢目前是一个高点的位置。前面行情当中就分析出来了72000美金到71000美金是一个平头哥，这个平头哥的位置容易发生下跌，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了下跌回补反复震荡，形成收敛三角形，形成窄收敛三角形，并且呢形成了一个长达接近2个月的横盘结构之后发动的突破，但是出现接近前高的这个位置依然有回踩的可能性。如果出现回踩，正是补仓的时间。那么这个补仓的理由就是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第一部分西游战法当中对沙僧阳线的一个描写。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震荡完成之后，并且呢震荡如果在4小时级别到小时线级别在4小时级别到小时线级别能够形成回补结构之后，是一个很好的布局的位置。那么上方呢是有日线级别唐僧阳线建立新高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通过云图观察到排名前500名的绝大部分数字货币，在今天比特币上涨行情的带动下，出现了快速上行。那么昨天我在行情分析当中就给出来了一个重要的币种是 BNB， 因为 BNB 呢我们看到它滞涨了落后于比特币，同时呢以太坊也是落后于比特币的。那在今天的 AI 困热搜排行榜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出现了接近20%的一个快速拉升动作。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BNB 也在结构当中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上涨动作。我们之前行情分析当中就给出来了BNB 呢做出的是一个从3月中旬到5月中旬长达2个月的横盘震荡收敛三角形结构。我们当时给出的变盘时间节点是近交点的这个区域上，那么在近交点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可以埋伏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前行情当中形成收敛三角形结构的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底部线和上面线大概是在550美金到620美金的一个箱体结构。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箱体结构当中内嵌的收敛三角形，这个内嵌的收敛三角形容易发生变盘。同时上方我们也给出了4次的等位置的波峰，4次等位置波峰完成之后，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是容易出现新高的。因此呢，在当前 BNB不断上新的同时，我们认为本轮行情 BNB 势必要突破645.2美金最近的一个高点。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轮行情当中高点是在691美金，接近700美金。如果 BNB 持续上行，不断创出新高的话，我们认为本轮行情 BNB 一定会涨到1000美金之上。同时呢，昨天我们也给出了 BNB 的本轮行情是它是平行结构的上涨，平行于哪里呢？平行于21年1月到21年4月。那么3年之后，这轮行情 BNB 是容易出现这种平行式的急速上涨的行情的。
所以呢，本轮行情对于 BNB 啊一定要重点关注。同时呢，在热搜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以太坊也出现了一个20%的上涨结构。那以太坊的结构呢是非常类似于 BNB 的，但是呢，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的不稳定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呢是由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构成的，但是呢，这种弱势的相对于比特币弱势相对于 BNB 弱势的结构啊，让以太坊出现了一个甩开筹码密集区的一个快速上涨。那么今天对于以太坊的上涨，我们认为如此巨大的上涨之后必然会出现回踩，那么回踩的目标点位就是我们连过来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3500附近啊构成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同时呢，本轮行情对于以太坊来说，在日线级别上，今天可以看作是日线级别的一个什么呢？悟空阳线。那么有了悟空阳线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第一部分西游战法，我们认为上方是有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但是呢，今天20%的上涨之后，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布局的位置是耐心等待它回踩到$3550到$3500附近之后，是一个更好的可以进场的一个位置啊。我们认为大幅上涨之后是有机会有概率出现回调的，特别是今天比特币接近前高啊一个平头哥的位置$71,000，那么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极端行情式的上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调整势必啊，今天是礼拜二，势必在周三、周四、周五啊，特别是周五一定要更加戒备一些啊。巨幅上涨之后的调整，更多的是带给我们机会，但是呢，对于高位追高的朋友们啊，也是一定的风险。那么有些币种相对弱势，比如说我们 HIGH， 那么 HIGH 呢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给出来的一个会员片，特别是在5月初的行情当中给了出来啊，它是一个强势上涨，并且呢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上涨通道。那在这个上涨通道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11440均线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4.37附近也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因此呢，今天涨速比较慢的情况下，刚好是可以布局这种热点板块、热门币种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我们认为 HIGH 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在板块轮动当中是有一定机会的。然后我们看一下 ATA， 那么 ATA 呢是一个大幅波动的币种，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对称性的涨跌。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然后重新回踩了4小时级别啊，重新回踩了日线级别的14440均线。然后呢，我们昨天啊给出这个位置是一个可以布局的位置。然后呢，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幅度的落后于以太坊的上涨。那么这里是一个上涨信号，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了上涨信号之后，这里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上方是有日线级别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做平行对称式上涨，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把时间级别飘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目前 ATA 的弱势在哪儿呢 ？ATA 的弱势呢，在于4小时级别的50均线、10均线没有上穿14440均线、169均线，这里是一个弱势，但刚好这个位置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呢，不建议进场的币种，我认为是前面行情当中出现领涨的某币啊，类似于这个 PEP， 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大涨，然后今天跟随比特币和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插针式的上行，那么上行之后呢，已经接近了前高的这个位置。那么虽然是有不断创出新高的可能性，但是前高位置上是一个风险位，这一点呢是类似于以太坊、类似于比特币啊，容易出现调整的位置，建议做出的是规避风险。同时呢，我们看到 TRB 呢是这轮行情当中和 PEP 几乎同步的领涨的一个币种。那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它是相对于比特币出现了一个落后的结构。那么在落后的结构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它前面行情当中回踩了144均线、169均线、日线级别的200日均线也在这个位置上回踩了过来。回踩之后呢，我认为当前仍然处在一个近焦点附近的一个变盘的区域，因此呢，我们可以很好的找到止损位在$107附近，也就是日线级别200日均线的这个位置是可以进行一定布局的。我认为板块轮动一定会轮动到这种前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巨幅上涨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行情当中从$7.38涨到$629，高达89倍的上涨的这个币种，热门币种呢，我认为本轮行情仍然有机会。然后我们看到今天 UNI 也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上涨。那么前面行情当中我们就给出了UNI 是DeFi板块当中的龙头，在当前的行情当中，它的一个被错杀的结构快速下跌，被这个美国起诉之后形成了一个错杀结构。错杀结构呢，打到了200日均线以下，进入到了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在底部形成收敛三角形结构之后，今天发动了突破。那突破之后呢，这里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悟空阳线，上方是有一定机会的这里和很多币种类似，我在这里面就不做过多的阐述。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订购我这本书或者加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